中美关税大战彻底失控，中国硬刚美国，血战到底的豪言壮语背后，中国经济却已被打得满目疮痍。高达245%的美国关税如同一记重拳，砸碎了中国外贸的命脉，出口市场几乎归零，工厂倒闭如潮，航运业空班成常态。专家警告，这场灾难将引发6000万失业大军，失业率飙升至11%，中国社会濒临崩溃边缘。更可怕的是，民间怒火正在酝酿，一场席卷全国的新版白纸运动或将点燃。川普 2.0 强势归来，直接将中美贸易战推向白热化。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已飙升至245%，平均税率在54%至145%之间，而中国对美商品的报复性关税也高达125%。这一轮关税狂潮彻底掐断了中国外贸的命脉。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，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额已暴跌78%，从去年的5000亿美元骤降至不足1000亿美元。中国外贸依存度最高的沿海地区，如广东、浙江，哀鸿遍野，企业订单断崖式下跌，港口货柜堆积如山，航运业甚至出现了空班潮，货轮无货可运，只能空荡荡地飘在海上。华尔街日报援引中国海关总署数据称，2024年前3季度，中国对美出口货物量同比下滑82%，创下近20年最低纪录。曾经占中国出口总额近20%的美国市场，如今几乎化为乌有。官媒人民日报也不得不承认，外贸形势空前严峻，沿海地区中小企业倒闭潮已无法掩盖。网上疯传的视频显示，广东东莞的工厂老板含泪关门，工人无奈返乡，曾经繁忙的流水线如今只剩一片死寂。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，这场关税战直接重创了中国制造业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制造业 PMI 采购经理指数连续6个月低于50，表明行业持续萎缩。摩根士丹利最新报告预测，若关税战持续半年，中国制造业产值或将缩水30%，直接威胁全国1.2亿制造业从业者的生计。曾经靠世界工厂名号风光无限的中国，如今却在关税的铁幕下瑟瑟发抖。这场关税战不仅摧毁了中国的出口市场，更点燃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失业危机。专家警告，美中贸易额在未来半年内或将在缩水80%，中国 GDP 增长率可能从当前的5%骤降至2%，甚至更低。更致命的是，失业人口将激增至6000万，失业率从目前的5.3%飙升至11%，堪称一场经济海啸。分析进一步指出，即便不考虑关税战，中国今年的失业人口已接近3000万。如今再加上出口行业的大规模裁员，制造业、物流业、供应链上下游的连锁反应将让失业人数翻倍。这对北京来说简直是灾难级别的挑战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 估算，2024年中国出口相关行业直接从业人员超过8000万，其中60%以上集中在中小型外贸企业。这些企业利润微薄，关税一加，成本暴涨，订单归零，破产只是时间问题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中国的就业形势早已岌岌可危。北京大学学者张丹丹的研究显示，2023年中国青年失业率已高达46.5%，远超官方公布的15%。而2024年，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创下1222万的历史新高，这些年轻人却发现，工厂停工，公司裁员，连996都成了奢望。社交媒体上，毕业生们无奈自嘲毕业即失业，卷到最后只剩内卷。与此同时，中小企业主也从中产滑向赤贫，曾经风光无限的老板，
如今只能靠摆地摊维持生计。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，2024年上半年，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仅为600万，同比下降25%，远低于预期。而关税战引发的经济下行压力，让下半年的就业形势更加雪上加霜。彭博社分析指出，沿海地区的外贸企业倒闭率已高达40%，仅广东一省就有超过10万家中小企业关门，涉及从业人员超500万。这股失业浪潮正从沿海向内地蔓延，社会不满情绪如火山般蓄势待发。面对经济崩盘和失业危机，北京祭出了熟悉的民族主义大旗，试图将民怨引向美国。环球时报连篇累牍地宣称美国霸权打压中国崛起，外交部发言人甚至在 X 平台上引用毛泽东语录，扬言要打持久战。然而，民族主义能凝聚人心，却填不饱肚子。老百姓可以忍饥挨饿，但绝不能忍没饭吃。北京的奉陪到底不过是清零政策的翻版，最终只会引火烧身。2022年的白纸运动仍历历在目。那场从南京传媒学院悼念乌鲁木齐火灾开始的抗议，迅速席卷全国，迫使北京放弃了制造人道灾难的清零政策。如今，关税战引发的经济危机远超疫情风控的影响，民怨的火药桶已然点燃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中国的社会不满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抗争形式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无差别攻击事件频发，反映了民众对社会不公的极度绝望。2024年下半年，全国范围内已发生多起恶性事件，如广州地铁砍人案、长沙街头伤人事件。这些案件背后，无一不指向经济下行带来的心理崩溃。社交媒体上，网民们用“躺平”讽刺当局的无能、没工作、没未来，干脆摆烂的声音此起彼伏。专家分析，是否会爆发新版白纸运动，取决于是否有引爆点。如果一家万人规模的工厂突然整体裁员，工人集体上街抗议，就可能引发全国性的连锁反应。事实上，这样的场景已初露端倪。2024年10月，福建一家大型电子厂因订单锐减，宣布裁员8000人，工人围堵厂门，抗议视频在网络疯传，最终被强力镇压。但类似事件如星星之火，正在全国各地暗自蔓延。北京试图通过民族主义甩锅美国，缓解国内压力，但这一策略已显疲态。民族主义不能当饭吃，短期内或能凝聚共识，但长期看，经济问题不解决，只会让民众更加愤怒。2022年白纸运动已证明，当生存底线被触碰，民族主义的情绪瞬间瓦解。如今，6000万失业大军的阴影笼罩，宣传机器再怎么鼓噪，也难以掩盖工厂倒闭、货运停摆的残酷现实。更讽刺的是，中国的维稳系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过去，维稳靠的是监控和高压，但如今的不满情绪呈现碎片化、分散化特征。传统维稳手段对无组织、无领袖的民间抗争几乎无效。社交媒体上，网民用暗语和表情包传递不满，删帖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发帖的热情。X 平台上，甚至有中国网友直言：再这么下去，街头见。面对关税战的毁灭性冲击，中国企业也在苦苦挣扎。部分外贸企业尝试转向东南亚市场，但《金融时报》指出，东南亚国家的物流和供应链能力远不及中国，且当地劳动力成本已大幅上涨，难以承接中国庞大的出口产能。还有企业寄希望于国内消费，但中国内需早已疲软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 3.2%， 创下近10年新低。内卷的电商平台上，低价促销战打得血流成河，消费者却捂紧钱包，
宁愿躺平也不愿花钱。这场关税战不仅摧毁了中国经济，更将中国政府推向了悬崖边。6000万失业人口，11%的失业率，濒临崩溃的社会稳定，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生计无着，是无数年轻人的梦想破灭。2022年的白纸运动让中国政府见识了民怨的威力，而如今经济危机的烈焰远超疫情风控的破坏力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组织内部的裂痕也在扩大。知情人士透露，部分地方官员对中央的硬刚策略颇有微词，认为一味对抗美国只会让地方经济雪上加霜。广东某市官员私下抱怨，上面喊口号，我们下面背黑锅，失业潮来了，谁来收拾烂摊子？这种上下离心的苗头，为社会动荡埋下了更深的隐患。回望历史，1989年的经济困境曾引发全国性抗议，2022年的清零政策催生了白纸运动。如今6000万失业大军的阴影下，新一轮的民怨正在酝酿。社交媒体上，白纸 2.0 的标签悄然流传，年轻人用表情包和暗语传递着愤怒。